瑞宝撅着屁股探索小瀑布出水口的样子，怎么和福宝小时候这么像？姐妹俩不仅聪明才智上比较像，同一年龄所思考的事情居然也一样。姐妹俩都喜欢搞点钻研。福宝以前由于过于喜欢钻研东西，差点给爷爷的园区洒水装置拆了。福宝给水管咬断了，水呼呼的往外流。好巧不巧，因为水阀开关就在福宝手边。福宝看到爷爷这么浪费水，就给水关上了。福宝这一操作，姨姨们直呼要让福宝去上学。眼看爷爷这水管在这有点碍事儿，福宝心想我帮爷爷拆了算了。就在福宝准备痛下杀手时，将爷爷赶紧来到园区，拿着小零食哄福宝听话，转移福宝注意力。哄完福宝后，爷爷去检查水管，好在一切都不算晚。以后瑞宝发展成福宝这样的性格后，爷爷们就更有的受了。毕竟瑞宝还有一个拥有浑身蛮力的搭子，瑞宝只需要出主意，拥有浑身蛮力的搭子只要负责干就行了。瑞宝和辉宝这里一定会超过福宝的。姐妹俩对室外园区的地图勘探已经基本结束了，园区的各种环境都让辉宝尽收眼底了，甚至辉宝今天忙碌完还给自己洗了个澡。前有将爷爷给瑞宝、辉宝造血，这又有永宽给乐宝造血。乐宝的血比瑞宝、辉宝的血晚一天，乐宝应该不会介意，这可是他的宝贝女儿。永宽检查完设备后，来到房间查看宝家的情况。此时宝家虽然关灯了，但是都还没睡觉，尤其是辉宝格外的精神。看到爷爷到来，还过来跟爷爷打招呼。爱宝和瑞宝在听到声音后，也凑在了门前，看着小脑袋。今天辉宝独自睡一个房间，瑞宝则跟妈妈睡在一起。原来辉宝并不是姨姨们想象中的离不开妈妈，反而背地里比姐姐还要独立。一会儿，永宽又看瑞宝、辉宝园区的雪比较少，又给机器搬过来制造了一些。此时雪人福宝正盯着永宽，让永宽好好工作，多造点雪出来给妹妹们玩。第二天，瑞宝、辉宝面对着这新鲜出炉的雪，玩得很是开心。不过这雪堆的有点太高了，瑞宝、辉宝跑到雪堆后面，姨姨们都看不到了。为了不妨碍姨姨们观看，永宽给爱宝的竹子放在了空地上，而姐妹俩这里转了一圈，跑去了福宝姐姐身边。姐妹俩对福宝姐姐深感喜爱，尤其是瑞宝直接骑到了福宝姐姐身上，如此爱的深沉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姐妹俩就给福宝姐姐爱得残破不堪。这要是福宝姐姐知道两个妹妹这么在意自己，一定也会很感动的。而不懂浪漫的乐宝面对满园区的雪，只知道坐在床上吃竹子。这时永宽一转头，发现瑞宝正在往雪堆里钻。瑞宝这个样子像是只飞白大耗子，而永宽的镜头拉远，瑞宝在这雪地上又显得小小的。宋三岁去熊猫馆的路上路过竹林，看到几根新嫩的竹子，立马伸手给其剪断带走。一看这点数量，就是专门给瑞宝、辉宝的。而此时的园区正处母慈子孝温馨的氛围，辉宝正在和爱宝在小亭子上玩耍，而瑞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。下一秒，瑞宝、辉宝齐刷刷回头看去，是宋三岁进来了。宋三岁现在是越来越疯了。宋三岁将刚才捡的竹子放在了小汽车上。宋三岁这一操作惊呆了人物，爱宝就在旁边啊，真不怕爱宝过来给自己来上一巴掌。而且宋三岁放下竹子后还没着急走，跑到瑞宝身边给了瑞宝一块胡萝卜，然后又回到小汽车旁，因为辉宝还没有。而爱宝也真是信任宋三岁，爱宝只是看了一眼宋三岁，然后又放心的抱着护栏继续睡去。宋三岁就这样在爱宝身后走来走去，就想跟辉宝玩，完全不在意爱宝在不在。辉宝在宋三岁小胡萝卜的不断引诱下，来到了小汽车上。这也是宋三岁所想的，就是想让辉宝来小车上，然后好跟辉宝玩。宋三岁将竹子放在辉宝旁边，然后开始吸辉宝，揉着辉宝这软乎乎的小脑袋。吸了一会儿辉宝后，宋三岁又给瑞宝这里放了一些竹子。宋三岁从不做偏袒的事情，而爱宝此时就在小亭子上安心的睡着觉，而且还是背对着宋三岁，一点防备心都没有。爱宝对宋三岁的信任已经完全将其当成自己的亲人了，而辉宝就这样一边翘着二郎腿，一边惬意的吃着小胡萝卜，可爱感十足。老宋头和姨姨们辨认姐妹俩的方法是一样的，一旦瑞宝或者辉宝将头藏起来，同时也看不到尾巴时，老宋头也不敢轻易去确认。宋三岁无法辨认出此时躺在小床上的是谁，只能称其为小家伙。老宋头夸赞爱宝最近的状态很好，无论是吃竹子还是产的青团都很健康。碧绿色的青团是老宋头的最爱。此时老宋头也很想知道小床上的到底是谁。
而一旁的瑞宝此时醒了，这睡觉姿势有点可爱的过分了。姐妹俩起床出门营业，老宋头给姐妹俩带来了胡萝卜。辉宝的胡萝卜不小心掉了，老宋头表示食物掉在地上3秒后需要清洗一下再吃。3초가 지났네. 물에다 씻어줘야겠다. 기다려. 等老宋头给胡萝卜洗好交给辉宝后，结果被手疾眼快的瑞宝给抢了过去。瑞宝反应迅速，根本不给宋3岁再次抢过去的机会，一口就全吞了。辉宝过去看时，瑞宝还踢了辉宝一脚。姐妹俩这副饿死鬼活来抢食物的样子，让宋3岁没敢在小亭子上给爱宝放窝头，想着肯定会被姐妹俩偷吃掉，于是便在半路拦住了爱宝，将窝头递给了爱宝。爱宝夸宋3岁干得漂亮，不过很快辉宝便发现了妈妈的异常行为。辉宝偷偷过来想抢一口吃，爱宝耳朵一动就知道是辉宝过来了，立马阻挡辉宝，让辉宝走开。而宋3岁这里防止辉宝溜进来。辉宝今天在室外体验了一下雪天的寒冷后，立马就回室内园区了，跟姐姐挤在一块睡起了觉，表示还是室内园区温暖又舒服。而永宽这里则来到园区收拾着姐妹俩和爱宝吃剩的竹子，游泳宽在旁边一直守护着。瑞宝辉宝睡得很是安逸，每天什么也不用考虑，所有的事情2个爷爷都提前为其准备好。一会儿瑞宝这里突然有了产青团的感觉，瑞宝自觉地从树上下来，来到了草丛里。瑞宝产青团向来讲究干净卫生，而辉宝这里此时也醒了。永宽给辉宝喂了一块胡萝卜，姐妹俩永宽都需要照顾到位。胡萝卜喂完，永宽又拿起了手机偷拍起了瑞宝产青团。永宽的这一操作，瑞宝虽然已经见识过很多次了，但是每都还是会有点抵触，只怪永宽太猥琐。而爱宝这里此时还在室外园区呢。爱宝作为成年大熊猫，和瑞宝辉宝不同，这雪地与室内的恒温空调比起来，雪地才是让爱宝舒服的地方，所以爱宝今天回室内后总是在通道门口徘徊，示意奶爸给自己把通道门打开，让自己再去室外玩一会儿。而乐宝这里则有很多姨姨好奇，为什么乐宝园区没有雪？那是因为这雪并不是下雪造成的，而是将爷爷昨晚偷偷人工造雪的。等爱宝这里雪造完时，就已经天亮了。乐宝这里整爱宝趴在小树桩上盯了瑞宝身下的竹子好久，最后馋得实在忍不住了。爱宝对瑞宝讲：你不吃对吧？为了不浪费，那妈妈就只能替你吃了。爱宝站起身，伸手就给竹子抽了出来，抽到一半感觉用不上力了，爱宝直接给竹子咬住，用力给其薅了下来。给竹子薅下来后，爱宝便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。盛希阿姨眼看爱宝这里没竹子了，爱宝吃完后便让爱宝回家了。盛希阿姨一来，姐妹俩就齐刷刷地追上去。她们姐妹们之间的默契与玩闹是2个爷爷看不懂的，而且瑞宝和辉宝还会相互吃醋。辉宝一个冲刺跑过来，盛希阿姨连忙起身，姐妹俩重叠在一起，一起滚了下去。本来姐妹俩是2个半圆，这下2个半圆合到一起了，所以就滚出去了。盛希阿姨玩开心了，离开园区，留下的瑞宝和辉宝还在蒙圈当中。盛希阿姨离开后，爱宝很快就从通道门里出来了。这次瑞宝辉宝没有去抢爱宝的胡萝卜，让爱宝难得的吃到一个完整的胡萝卜。辉宝看到妈妈来了，又开始粘人了。此时的辉宝和瑞宝对比起来略显不够成熟，因为一旁的瑞宝和妈妈一样，身旁放着一盆小的竹子，和妈妈同步进行着吃播。不过辉宝这里负责捣乱也是有作用的，让姨姨们观看时不会感到单调无聊。辉宝在妈妈这里折腾了半天，看妈妈不理自己，又转头走向了瑞宝，抢瑞宝的竹子，完事儿还要躺在瑞宝身上吃。瑞宝是真宠辉宝，姐妹俩的感情比蜜还甜。